当地时间周四下午，美国总统拜登上任2个多月以来首次在白宫举行记者会。在历时1个多小时的记者会上，除了开场提及美国疫情外，竟没有一位记者的提问与疫情有关。而谈及中美关系时，拜登却花了近10分钟的时间。另外，拜登对前任特朗普大批特批，并宣布将会谋求连任。拜登记者会召开之际，美国新冠确诊病例突破3000万，累计死亡病例超54万例。在记者会上，拜登将疫苗的接种目标加码，即在他就职后100天内为美国民众接种2亿剂新冠疫苗，希望绝大多数学校于4月底开学。I know it's ambitious, twice our original goal, but no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has even come close, not even close to what we are doing. I believe we can do it. 拜登上任64天才举行的这场记者会，打破美国总统历来的记录。今年1月20号，拜登就职后，通常只会在登机前或结束官方活动后简短回答媒体提问，并没有正式召开过新闻发布会。本次记者会上，仅有10名记者被点名提问，有4人提到移民和边境问题，3人提到美国两党之争，另外3个外交问题涵盖阿富汗撤军、朝鲜以及中国议题。真正卫视记者注意到，拜登除了在记者会开场将疫苗接种进展当作一项政绩着重提及外，随后的回答记者提问环节并没有提及疫情问题。外界注意到，曾经与特朗普过从甚密的美国福克斯新闻台并未受邀参加本次记者会。而在记者会上，拜登利用非法移民等问题对特朗普穷追猛打。不过，当记者问及是否会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时，拜登开玩笑称想特朗普了。Have you decided whether you are going to run for re-election in 2024? You haven't set up a re-election campaign yet, as your predecessor had by this time. My predecessor needed to. My predecessor. Oh, God, I miss him. No, the answer is yes. My plan is to run for re-election. That's my expectation. 在过往的美国总统记者会上，俄罗斯是绕不开的话题。近来，美俄关系进一步恶化，拜登与普京隔空互对。俄罗斯甚至召回了驻美大使，但在这场记者会上，拜登对美俄关系竟只字未提。相比之下，中国议题成为整场记者会最重要的外交话题。深圳卫视记者观察到，拜登还专门拿出了一份资料，显然有备而来。That we're not looking for confrontation, although we know there will be steep competition. 拜登表示，他不寻求与中国对抗，但不会允许中国成为世界上头号强国。他强调，自己将加强与盟友合作，并通过增加对科学和研究的投资来制衡中国。We'll have strong competition, but we'll insist that China play by the international rules. Fair competition, fair practices, fair trade. But they have an overall goal to become the leading country in the world, the wealthi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and the most powerful country in the world.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on my watch,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is going to continue to grow and expand. 拜登将中美之争定义为所谓民主与集权之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周五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表示，关于民主和集权的问题，不同的政治制度好还是不好，关键在于是否符合本国的国情，能否带来政治稳定、社会进步、民生改善，能否获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能否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贡献。华春莹表示，作为世界前2大经济体，中美之间在利益交融中出现竞争并不奇怪，关键是要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良性竞争，既提升自我又照亮对方，而不是你死我活、零和博弈。无论是从中美两国还是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合作都应当成为中美双方追求的主要目标。你还问到说美方不会让中国超越美国，那么我想只说一句，中国的目标从来不是超越美国，而是不断超越自我，成为更好的中国。在拜登记者会上，他还表示，在台湾、香港及新疆等问题上，美方将继续发声。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台协会与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华盛顿签署海巡合作备忘录，这是拜登上任后美台间签署的首份备忘录。很公然的就是干预他国内政的说，我要就这个香港啊、台湾啊、新疆啊，还有南海问题啊问责中国。奇怪，那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你可以确定，就是说，从现在开始起，整个拜登任内，中美的关系，一定还是会磕磕碰碰的。好，相关话题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小员你好。
美国总统拜登刚刚完成了上任以来的首场记者会，那您对他的涉华政策表述怎么评估呢？那么就内容来看，这场1个多小时的记者会，它主要呢是聚焦国内议题，中国话题啊其实并不是重点。那么记者的涉华提问从贸易战入手，问到美国政府仍然在维持特朗普时代的附加关税等等话题。那么拜登就此作答说，这些个提问合乎情理，但是呢只代表中美关系的一角。他一口气说了8分钟。那么从拜登的回应表态来看，结合中美阿拉斯加高层战略对话刚刚经历了一场史上最激烈的超时开场这个争吵的这样的一个大背景，我个人认为呢，拜登他的发言的基调还是相对积极的，至少呢这3方面的重要信息值得我们重视。首先，他再度强调了和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深厚交往与特殊的认知。那么强调特殊，拜登就回顾了交往经历，他强调自己在卸任副总统时啊，是中国以外和习近平打交道最久的外国领导人。他说，相互了解很长时间了，有非常详细、非常深入的个人交流，而且呢，他对习近平的评价很高，连用了2个 smart， 也就是聪明来形容。那么拜登也谈到农历除夕那一次2小时的超长通话，说啊，这个时长让大洋两岸的中美两国的专家都感到惊讶。那么这也充分证明中美两国元首是有沟通意愿的，他们呢也都能听懂对方的语言。那么其次，拜登就重申美方不寻求对抗，他强调亲口向中国领导人做表述，而且呢是在多个场合一再声明不冲突、不对抗。实际上呢，也正是中国元首在谈到中美关系时的一个一贯立场。可以说，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的这一底线原则已经被2位元首再度确认了。第三，拜登当然也谈到了中美竞争，他的原话是 steep competition， 是非常非常激烈的竞争。拜登声言任内不会让中国取代美国领导地位。他也在讲话中谈及涉港社交话题，声称美国不会对此噤声。那您又对此怎么看呢？拜登对中国战略目标的判断就是要成为领导全球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国家。那么拜登强调自己任内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因为呢，美国也会同时发展。所以呢，拜登是从国家竞争的角度来说这番话的，这也是他对所谓非常非常激烈中美竞争的一个直接论述。当然了，在拜登的战略设计里，对所谓涉港、涉疆问题的关切也服务于美国的竞争战略，甚至呢可以成为竞争的抓手。那么这意味着未来中美在涉港、涉疆议程上的碰撞和较量少不了。拜登就谈到，美国要同中国竞争，就是要增加对科学领域、医疗研究、量子、生物科技等等方面的投资。那么如果说不冲突成为中美2个大国共同确认的双边关系的底线，那么诸如冷战时代美苏2大阵营高强度军事对抗的这种高风险，恐怕是很难重演的。但是呢，拜登的表述也印证了此前国安事务助理沙利文他在多个场合的反复重申，也就是呢，中美竞争的主阵地将会转向经济和高科技领域。所以啊，不难预料，更趋激烈的这种大国竞争将会成为正在塑造拟定的美国对华战略的一个主基调。那么，如何管控竞争，进行何种形式的大国竞争，也将会成为决定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关键。那么，至于中方对大国竞争的取态，王毅在2会记者会上的表态非常明确，那就是呢，完善自身，点亮别人。拜登此前公布的临时国安战略指引中有一句这样的表述：面对多重危机，必须要认识到，美国要强化外部力量的投射，首先要在国内建好家园。他的原文表述是 "Build back better at home"。那么这也正是杨洁篪在阿拉斯加向布林肯和沙利文所当面强调的：我们希望2国能把各自的事情办好，而不是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大国竞争，办好自己的事永远是第一位的。好，谢谢管尧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